大家好，这一期视频呢，主要来讲述如何在美股购买 SpaceX、OpenAI、Epic Games 等顶级未上市的美国科技独角兽公司。Destiny Tech 100 Inc. Company 代码呢是 DXYZ， 这是一家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封闭式基金。它的独特之处呢，在于为普通投资者提供了投资于一系列未上市的私营科技公司的途径。这些公司呢，通常不对公开市场投资者开放。自从2024年3月上市以来， DXYZ 因为其极高的股价波动性和市场关注度而备受瞩目。所以呢，这一期视频我们将详细探讨 DXYZ 的持仓风险、估值以及股价的驱动因素，来帮助您做出明智的投资决策。首先呢，我们来聊一聊 DXYZ 的主要持股及投资的亮点。DXYZ 的目标是持有100家创新型私营科技公司的股份，所以它的名称 Destiny Tech 100由此而来。目前持仓组合包含22家公司，截止2025年3月31日，该基金的初始资本已经超过 90% 部署在1级和2级投资中，其中呢就包括太空探索，也就是 SpaceX， 娱乐 Epic Games、Discord， 金融科技Revolut、Stripe 和人工智能机器学习，比如 OpenAI 等领域的这些知名公司。其中呢 SpaceX 在 DXYZ 投资组合中呢占比 52.2%， 是它最大的单一持仓。SpaceX 由埃隆·马斯克于2022年创立。SpaceX 呢致力于降低太空运输成本，并实现火星之谜。它开发了可以重复使用的猎鹰系列火箭、龙飞船及星舰，并运营星链 Starlink。 目前呢拥有大约12000颗在轨卫星，服务大约100个国家。2024年呢 SpaceX 收入达到了142亿美元，同比增长 63%。 2023年第一季度呢实现盈利，收入15亿美元，利润5500万美元。然后呢 Revolut 在 DXYZ 投资组合中呢占比 8.9%， 这是一家总部位于伦敦的金融科技公司，提供货币兑换、股票交易、加密货币等服务。2024年收入40亿美元，税前利润14亿美元，市场也已经扩展到日本等多个国家。XCM Space 在 DXYZ 投资组合中呢占比 6.5%。 XCM Space 专注于商业空间站和载人航天，拥有到2026年将首个商业模块链接到国际空间站的独家权利，并获得了美国宇航局 12.6亿美元的下一代宇航服合同。然后呢，再来看一下 OpenAI， 它在 DXYZ 投资组合中呢占比 5.2%， 是大名鼎鼎的 AI 工具 ChatGPT 的创造者。OpenAI 预计在2025年收入将增长2倍以上，达到127亿美元。最后呢，再来看一下 Epic Games 在 DXYZ 投资组合中呢占比是 3.3%， 是美国的电子游戏与软件开发公司，开发虚幻引擎以及堡垒之夜等游戏，收入来自许可费和在线商店。这些里面呢，前5大持仓合计 76.1%， 其中 SpaceX 占比超过 50%， 其他的持仓包括金融科技公司 Stripe、 移动支付公司 Instacart、 数字银行服务提供商 Chime、 教育科技平台 ClassDojo 以及跨境电商支付商 Klarna 等等。
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封闭式基金 CEF 以及 DXYZ 的持股方式。DXYZ 呢是一种封闭式基金，也就是 Closed End Fund。CEF 这与开放式共同基金和交易所交易基金 ETF 有本质区别。CEF 在 IPO 后发行固定数量的股份，大约1000万股，投资者不能直接向基金公司按净资产申购或者赎回份额。股份在 NYSE 交易，价格由市场供需决定，因此市场价格可以显著偏离其 NAV， 形成溢价或折价。XYZ 呢，采用结构无关的方法来构建投资组合，参与公司主导的首轮融资，也从现有股东手中进行二级市场购买，还可能通过特殊目的载体或者是远期合约来获得敞口。DXYZ 设定了投资标的的筛选标准，例如所持有的公司近期需从信誉良好的美国机构投资者处筹集超过5000万美元，拥有健康的优先股清算优先权比例，以及透明而且标准的治理结构等等。那么我们接下来再来聊一聊 DXYZ 的主要风险。Destiny Tech 100 DXYZ 是一家独特的封闭式基金，它满足了市场对投资顶级私营科技公司的需求。然而，由于其 CEF 结构限制和强烈的投机需求，它的市场价格呢已经严重脱离其净资产值。投资组合高度集中于 SpaceX 等少数几家公司，这也进一步放大了它的风险。那么都有哪些风险呢？首先是极端溢价风险，市场价格远超 NAV， 溢价随时可能大幅收缩甚至消失。投资者可以在 CEF Connect 查询折价率等信息。目前 DXYZ 的 NAV 是 6.31 美元，市场价为 39.38 美元，溢价率为 524.09%，历史最大溢价率曾达到过 1200% 以上。然后呢，是它的高波动性。DXYZ 上市后经历了剧烈的价格波动，它的开盘价为 8.25 美元，股价在上市后短时间内飙升到了大约105美元，随后又大幅下跌至9美元左右，近期在30到40美元区间交易。这种过山车式的行情也凸显了其高度的投机性，而且它还有底层资产估值的不确定性，因为私营公司估值困难而且不透明， NAV 本身存在估值风险和下调可能。然后呢，还有集中度风险，投资组合高度集中于 SpaceX， 占比超过 50%。 市场观察到，由于其创始人马斯克的巨大影响力， DXYZ 的股价有时会与特斯拉的股价波动呈现出一定的相关性。其次呢，还有它的高费用，那管理费呢每年是 2.5%， 根据其招股书披露，再加上法律、行政等其他的运营费用呢，总费率可能达到 5.5%， 这也将显著侵蚀股东的净回报。最后呢，它的风险还有套利机制限制。解释 ETF 价格能紧密围绕 NAV 波动的一个关键机制是套利，然而对于 CEF 的溢价，这种套利机制并不有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聊一聊 DXYZ 股价的驱动因素。首先呢，是散户需求与炒作。普通投资者对于投资 SpaceX、OpenAI 等无法触及的明星私营公司的热情呢，是主要的驱动力。有一些特定的事件，比如特朗普胜选后引发的所谓马斯克交易热情，也曾经在短期内急剧推高股价。而且还有结构性因素正像我们刚才所描述的一样， CEF 结构缺乏有效的溢价套利机制，有限的流通股数量， Share Float 大约是976万股，与高涨的需求形成对比。
此外，做空 GXYZ 可能面临借券困难和高昂成本，也限制了对价格的下行压力，而且还有它的稀缺性价值。GXYZ 呢是目前市场上少数几个能让普通投资者通过公开市场以具备流动性的方式接触到这一特定私营科技巨头组合的工具之一。这种稀缺性呢本身也创造了价值。最后呢，还有它的上市退出。GXYZ 的根本价值增长依赖于其持有的私营公司成功发展并最终实现退出，比如 IPO 或者被并购，这也是一个长期而且不确定的过程。然后呢 GXYZ 的估值是什么样的情况呢？私营公司的资本结构呢，通常比上市公司更复杂，它涉及到多轮优先股、可转换票据和特殊目的载体 SPV。那 GXYZ 呢，通过 SPV 和远期合约等工具获得对这些公司的经济敞口，这也在提供市场准入的同时呢，也带来了估值的复杂性。我们在这里提供一些融资估值变化情况呢，供大家参考。我们截取了上市后的2024年中报至今的时间段，估算一下主要持仓公司的融资估值变化情况。首先 SpaceX 持仓占比 52.2%， 估值从1250亿涨到3500亿，最新估值来自于2024年底的邀约收购。然后呢 Revolut 持仓占比 8.9%， 估值从330亿涨到了480亿，最新估值呢来自于2025年3月施乐夺基金的估值。其次呢 OpenAI 持仓占比 5.2%， 估值从860亿涨到了3000亿，最新估值来自于2025年3月软银领投的 F 轮融资。基于对主要持仓公司最新融资估值的加权估算呢，其底层资产价值自2024年中以来可能增长了大约 2.5 倍。如果以此为参考呢，对比2024年中约15美元的价格，35美元左右的股价，似乎从融资估值增长的角度找到了一些支撑依据。但这个本质上是一种对市场情绪和未来预期的反应，并非精确的价值评估。我们也可以从下面的这个小表格中呢，清楚的看到这些数据。最后呢，我们可以得出一些结论，也就是呢 Destiny Tech 100 GXYZ 代表了一种创新的投资工具。它为散户投资者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以公开市场的流动性投资与全球领先的高增长的私营科技公司，比如 SpaceX 和 OpenAI。这种独特的市场准入是它最主要的吸引力。然而 GXYZ 通过特殊目的载体 SPV 和远期合约进行的间接投资，虽然提供了准入，但也引入了额外的结构和交易对手风险。所以呢 GXYZ 是一种高度投机性的投资，它可能适合那些对私募市场有深入理解、风险承受能力很高，并且寻求对特定高增长私营科技公司进行战略性敞口的投资者。如果担心 SpaceX 的集中风险，也可以考虑 ETFXOVR， SpaceX 占比 9.53%， 其他为上市的科技公司，比如英伟达等等。好啦，本期视频就先到这里，欢迎大家点赞、订阅、分享，我们下期节目再见。